好，请看，首先我们调一个这个叫玫瑰红和大红色搅拌在一起，用一支牙签，它的颜色会偏重一点点，有点偏重啊，稍微亮一点啊。OK，全部调的比较均匀以后我们来开始调这个底色，白色和3绿，往里边舀入清水，这现在是清水是真的清水，1勺、2勺、3勺、4勺。加入4勺的清水，然后毛笔刮干搅拌搅拌。我没有说它是大瓣花心，我没有说过。加一下这个白色，对，是的，混在玫瑰红和大红色混在一起对，我没有说它是大瓣花心，就喜欢主播啦，麻烦大家给主播加一个粉丝灯牌可以吗？点一下上面卡一个灯牌给我对，我没有说。大家看这里蘸一下白色，对，不然就误会了，因为有些家人刚进来，他一看你说大瓣花型，他也以为是大的，就有的人可能刚进来，然后他一看到你讲了大瓣，他就可能会觉得是大瓣然后蘸一下白色颜料，它叫台格式的，蘸一下这个白色颜料好，然后你看我们颜色调匀了调匀了，给它调匀一点OK， 你看这样就是一个比较调成一个浅浅的白色。其实我刚才应该是水加多了，所以我要再补一点白颜料进去。水肯定加多，它有点稀，会有点稀，要再补一点。就是我们在调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它如果稀掉，请及时的补白，因为如果说你不补的话，它肯定颜色会就颜色偏淡，太薄了。所以在画之前，大家一定要底色非常重要。OK， 这样就可以了，稍微白一点。然后给它稍微擦掉一点点擦一点点。擦一点点 OK 一个淡色。之后呢，我们调我们这个叫玫瑰红玫瑰红，就是一开始调的时候可以把颜色调的稍薄一点，薄了不压色的。所以大家这个底色千万要调准一定要调准这个底色。就是你其实当你发现这个毛笔颜色不是很亮，白的不透亮的时候，基本肯定是有问题的，它肯定是有问题。那你就再补点白色，然后放一点我们的玫瑰红 OK。 这是玫瑰红好，然后你看我们基本上放一点这个好，然后你看这边是大红色和我们的玫瑰红调在一起大红色和玫瑰红调在一起OK， 加少量的它颜色会有一点淡淡的紫色OK， 你看其实你颜色加够之后，它的笔会收起来就是笔尖会向里边收然后蘸一点点的曙红，少量的曙红这是5.2厘米的笔，再蘸一点点的胭脂，少量的一点点胭脂，蘸一点点这个胭脂对，这个我也不知道，目前来说我没有见到过，好像，所以我不可以乱说，我不知道，我就是说，我也不清楚，所以我就不好去乱讲好，看一下
这个叫千层台格型的一个牡丹花头。就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先画出一个花瓣底座会画出一个花瓣底座。好，首先先确定花头大小啊，在这边给它圈一下下，确定一个花头大小。然后确定一个小点点，这个小点呢代表了什么？我们的一个花瓣的底座。你过去好不好？谢谢你。在这个地方确定一个花瓣的底座。你看，我们把这个毛笔侧过来啊，毛笔侧过来，稍微斜一点点，然后你看顺着这个边边点住小一点，你看推动它。好，慢慢的，毛笔你看要有波动啊，你看，哎，对吧？轻微的带一点点的波动啊，带一点点的波动。然后你下面比如说你想光滑一点，那没关系，你看像我这样，用笔尖去给它，你看吻合起来，给它啊，给它整一个贴的吻合一点啊，这样没问题吧？用笔尖去稍微的走动一下啊，你看，给它稍微吻合一点这个地方的花瓣，对吧？下面是光滑，对，一笔推啊，一笔推。下面走的光滑一点啊，光滑一点也可以。近点，然后你看再蘸一点我们的曙红和胭脂啊，少量的啊，少量的。你看在这个旁边这里再加多出一个花瓣，就花瓣稍稍的有点斜过来，有点斜。你看我们在这边，首先先用这个尖尖给它分出来一个颜色不一样的，颜色有点轻微的不太一样。然后你看贴着它，给它哎向上面侧过来，你看慢慢的推动它。你看，慢慢，你看，把花瓣拉长，对吧？慢慢的把花瓣拉长，然后注意啦，这个地方需要有一个回笔，那笔尖儿，这样子给它回一下，颜色可以补点胭脂，给它稍稍的回一下，你看，哎，对吧？那这样子，它两边的花瓣就层次区分清楚了啊，就两个花瓣就区分出来了。然后呢？你的花头肯定是稍微要斜一点嘛，那么我们往这边你看，往上面这样斜上去，啊，斜上去，补点玫瑰红啊，补点玫瑰红，我放到这儿能看见吗？啊，补点这个玫瑰红啊，放一点我们的曙红，你看少量的胭脂，就其实我的颜色还是不多的，放的比较少啊，放的比较少。然后呢，我们在旁边这里啊，请看。笔尖轻轻的点住，哎，然后你看侧瓣给它慢慢的推慢一点儿，你看不要着急，你看慢慢的推，向上推开啊，一个层次的花瓣，也要注意啊，这个时候也是一样，蘸少量的胭脂，一个小小的回笔。你看这样的是不是你的花瓣层次已经表达出来了？就两边都有啊，两边都有，对吧？一个花瓣的层次就是打开的一个造型就有了啊，打开造型就已经出现了啊。那么在我们整一个绘画的过程中啊，如果你要避免它两边不要雷同的情况下，你可以在这里再加一个小瓣啊，补一点点的胭脂啊，补一点点胭脂。你看，可以再像我这样补一点点，向上立起来，向上立起来一个小瓣。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两边的花瓣就不对称了，一边多一边少啊。这个呢就叫破平啊，破平，它两边就不会平。好，补一点点胭脂在这个小洞里边，啊，叫破平，它两边就不平了。好，对不对？出来一个花瓣底座。当我们画完花瓣底座以后，我再补点什么玫瑰红。这个时候我笔没有蘸清水，我蘸的是纯白色的汤。多放一点玫瑰红，因为这个玫瑰红颜色比较好看啊，多放一点。好，再放一点我们的曙红，不是曙红，玫瑰红加大红啊，玫瑰红加大红。放点曙红，再放点胭脂。
就是我们画这种这种花型的牡丹，我们就开始干嘛？往下面加花瓣层次啊！我从这个地方点住，然后你看斜过来一个瓣儿，这个瓣儿还比较大。好，看好了，毛笔你看侧过来，笔尖点住，轻轻的，边走，你看边拉动它，边走边拉动，画出第一个斜过来的侧瓣。注意再补点颜色，没有沾水啊，没有沾水。第二个花瓣，你看紧紧的贴着它，紧贴着它，你看花瓣再来一层。好，花瓣往上贴啊，贴出一层，再来再补点胭脂啊，再补点胭脂，再贴出一层，一层一层去贴就行。你看从这个小缺口处，然后里边留的这个空隙就比较小，对吧？这个留出来的空隙呢就比较小，再补点胭脂，把这个小空隙给它，你看填一下。好，那这个小洞基本上填完了啊，这个小洞填好了，然后这一些小层次就留着啊，不要管它了啊。晚上好，晚上好，于慧妈妈啊，看见了吗？这个地方的花瓣啊，就打开一个层次啊。晚上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开它的另外一边的层次啊，另外一边再补点我们的玫瑰红。注意两边的这个花头啊，你不要画的雷同了啊，就是两边的花瓣层次呢不要雷同，蘸一点我们的玫瑰红，蘸一点曙红，再放点胭脂。就是你两边的花头的一个层次感不要雷同啊，所以说我一般会朝这一边再加一个侧瓣，这样子啊，斜过来这种侧瓣，你看笔尖点的这个地方啊，给它你看点住，你看侧过来，按大一点，慢慢的你看笔尖去顶着，对吧？再顶出来一个，你看这个花瓣就比较大。这个花瓣就比较碎啊，比较碎，对吧？呈现出来的一个花瓣，补点胭脂啊，补点胭脂，防止它们两边雷同的情况下，在这个地方我加的是另外一种瓣，你看，笔尖点住，小小的，小小的，好，点住，然后按下来，按下来，好，是不是？你看这样出来的花瓣，就是一个是向上的，一个是向下的。注意适当的补点胭脂啊，补点胭脂，用笔尖在这个地方点上一点，这叫复笔啊，给它区分出来啊，区分出来。你看这样不就是两个层次的花瓣就出来了吗？然后从边边上这个地方你再叠一个瓣啊，你看再往上，翘起来。对吧？笔尖点住，就是因为用笔尖可以把它加个重色，会区分的更清楚。所以你看，这样它两边是不是不对称？就一边是比较窄的，一边呢是这种大小不一的啊，它两边不对称的这个花瓣就出来了，对不对？因为笔尖点住它的颜色呢，会比较淡一点啊，会比较淡。然后你看，我们在这个下面这个地方。最后加一层比较小的一个大卷瓣，你看笔尖细细的，细细的，你看稍微细一点，然后转过来，包到一起啊，包到一起，然后里边是昨天晚上教过的这种瓣，翻开的一个小瓣啊，能理解吧？这样基本上我们花瓣的下半部位底座就完成了，可以截图。就是画上面的这一块啊，上面这一块要怎么画呢？请看，上面是花瓣向上撑起的啊，就1、2、3往上撑起来。第一步，先找空缺，就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空缺，小空缺，小空缺，就你看这几个地方的空缺给它先找到了，然后呢，毛笔啊给它这样往上点，
对吧？笔尖向上点起，向上点一点，区分出第一个花瓣层次。笔尖可使用少量的胭脂去给它提一提，给它提的亮一点。OK， 第一个花瓣，然后继续的啊，我们向下面这个花头啊继续走，然后看这边啊，然后我们这一些花瓣继续往上升啊，你看，在这个地方我们笔尖点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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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以这种比较小的小点点，然后你看笔尖往上按也是一样，通过这样你看停顿的这个啊用笔往上拉啊往上拉。注意用笔的时候，你看往上推就行，往上推啊，往上推就可以。然后你看，点住啊，点住，再往上按一按啊，按一按。就是这个地方的花瓣，它需要画的参差不齐的啊，就是它是参差不齐的一个花瓣，就并不是说非常完整的。然后继续的，我们再沾一点这个胭脂，你看，朝这个地方笔按大一点，那笔你看轻轻的推过来，对吧？轻轻的推过来，花瓣往上走，然后再补一点点胭脂，少量的。用胭脂去，你看给它区分这个花瓣，就是大家在画的时候，你尽可能的你就多蘸一点胭脂啊，多蘸点胭脂。OK， 这样子你看它又出来又出来一层，对不对？继续的再蘸一点玫瑰红和曙红。我们现在画什么？花瓣向上立的啊，就是花瓣向上立。不晕开吗？你颜色多放一点，水分少一点就好了，颜色多一点。然后你看现在花瓣往上立，你看啊，笔尖也给它点住这个地方，毛笔侧躺，笔尖向外，笔尖朝外面，再补点胭脂，点住，点住，斜过来，给它稍微斜一点点啊，肯定是临摹比较好呀。跟画的话。怎么讲呢？就大家实在是想跟的，大家就跟，那我也不反对。你跟画就是我在讲，然后你又没有听到细节，结果你一下就画过去了，对吧？你看这个花瓣就是往上立起来的，往上立，旁边你看给它缺一个小缺口啊，出一个小缺口，然后持续性的，其余的几个花瓣都是这种缺口型的花瓣，你看点住，好，往上立起来。接下来的花瓣都是往上立、往上翘就可以了。继续蘸一点啊，多补点玫瑰红，多补点玫瑰红，补点我们的这个大红色，补点我们的曙红和胭脂啊。这个时候你的花瓣就往上立起来、翘起来啊。你看朝这个地方，笔尖点住，往上，哎，按一下，哎，对吧？花瓣就往上翘啊，往上翘。你看这个地方往上立，都是往上立啊，都是往上立。你说的这个画不明白，我没有理解是哪个不明白，是画法不明白呢，还是说你画的不清楚啊？这个我没有理解到啊。你看这个花瓣就出来了，然后呀，我们在中间这个地方需要轻轻的啊，再叠出一个花瓣，点住。就是把里边的小瓣你看持续性的给它收短啊，点住，然后把所有的花瓣都收短，可以截图了，截完图打个1。现在截图，截完图打一个1，对，截图打1，蘸一点我们的玫瑰红，蘸一点我们的曙红和胭脂啊，截完图打个1，对，截完图打1啊，好，然后你看。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在这个小空缺处点出一圈这样的小花瓣啊，不知道怎么下笔啊，
这个东西很抽象啊，这个问题问的就比较犀利啦。怎么下笔？你肯定就是要练咯，练多了就知道在哪里下笔了。这个问的比较抽象啊。你看这个滑板就是侧过来啊，侧过来，然后你看笔尖点住，哎，滑板往上拉啊，拉出一个侧瓣。继续注意花瓣的大小，你看有一个小的，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一个大的。就注意花瓣的一个层次叠加，就大大小小就行。你看这边，注意花瓣，你看它是朝一边走的，对吧？花瓣朝一侧斜，这是一个侧锋用笔啊，侧锋用笔。OK， 啊，对，一大一小排队啊，截图，一大一小排队截图。截图打一啊，截图打一，一大一小去排队就行。截完图打一啊，好，然后呢，我继续的啊，我就搁这儿再蘸一点这个玫瑰红啊，蘸一点这个玫瑰红，稍微多放一点，然后呢，放一点我们这个啊大红色，其实大红色跟玫瑰红调到一起，加点胭脂。然后我们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花瓣给它连到一起。你看这边有个大缺口嘛，你看啊，我在这边笔尖点住，好，毛笔往上拉，啊，往上拉，拉一个小瓣。这个花头的一个原名叫做千层台阁啊，就学名人家叫千层台阁啊。你看这边笔尖点住，哎，按一下，点住向上按，把花瓣给它画出来。再继续再补点胭脂啊，持续性的，对，继续向上走。你看我们从这个边边，你看它这不是有缺口吗？好，盖过来。你看啊，直接在上面这样横过来，你看，用这个笔尖去往上点的一个过程啊，把这个花瓣给它压出来。你看，点住，压一下，对吧？笔尖向上压啊，向上压。你看这边也是一样，点住啊，哎，笔尖向上压，你看那这一块的层次不就压出来了吗？记好几天了。你看啊，然后我旁边这个地方，你看觉得颜色不够重，你看我再往上压一下，给它们组合在一起，用笔尖向上压啊，组合在一起，这个花瓣不就向上翘起来了吗？有点立起来了啊。然后继续的再蘸一点我们的玫瑰红，多放一点玫瑰红，放一点曙红和胭脂。然后我们持续性的啊，把花瓣啊整体的再往上压一下啊。那另外两侧的花瓣我们再往上压，你看我在旁边这个地方，笔尖先用这个你看小侧瓣给它这样顶一下啊，顶一下。然后呢，你看，先给它顶一下，然后整一个给它，你看朝这边点住，横过来，缩进去，慢慢的，你看，笔给它整一个躺下去，笔躺下，给它包裹一下啊，加出一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你看每一个缺口，你看都是一样的，给它侧躺一下。那你看这一块的花头不就已经呈现出来了吗？有一块的小花头已经呈现出来了。继续的补一点点的玫瑰红、曙红和胭脂。中间花心你先别管它啊，花心你别管它，你就顺着旁边去包。你看这个地方笔尖点住，哎，毛笔你看侧躺过来，慢慢的过来。好。一个小瓣啊，慢慢的给它过来，然后这一边也是一样，点住，你看让它们俩合在一起。你觉得花瓣的颜色不够重，可以像我这样再补一点啊，让它们俩合在一起，稍微合一合啊，合一合。现在开始收瓣啊，收瓣，对吧？
这里还有一个缺口，咱们再补点胭脂啊，少量的胭脂，你在这给它藏起来啊，藏起来，对吧？藏起来。好，那这个花瓣不就被我们补完整了吗？这边的花瓣就完整了，截个图，对，截图打一，截图打一啊，放点我们的曙红和胭脂啊，截图打一。然后你看这一边还有一个缺口啊，我们继续的所有的缺口全部去遮挡一下。每一个小缺口全部用花瓣给它遮挡起来。再来啊，再沾点胭脂啊，再沾胭脂，持续性的啊。像你看，比如说咱们这个花瓣，我需要把它给藏起来，你看。对吧？给它俩合在一起。至于我里边这个空缺，我就多放点胭脂，给它埋起来啊，给它埋起来。你看，啊，你看，给它用胭脂给它埋住，多放点胭脂。你看，这样都会了吧？就埋起来啊，用这个深色的给它描两下啊，出来一个向下卷起的一个大瓣啊，一个大瓣。然后你看这个地方的花瓣继续加少量的玫瑰红、曙红和胭脂。大家就像跟我们昨天画这个绣球一样，你们根据我这个方法去画，就一定能画出来。你看这边笔尖给它这样侧躺，哎，过来一下啊，横过来啊，横过来，上面一些小洞给它用胭脂遮挡遮挡，对吧？用胭脂给它遮挡一下。然后呢，下面这个花瓣就是加一个大瓣，直接画大瓣给它盖掉。那么我在盖之前，我要先去把这个用胭脂，笔尖是胭脂，给它把洞先盖起来。你看，用胭脂遮挡一下你的小洞。当然，你画的比较快的情况下，你就可以切瓣啊，就可以切瓣。那在你切瓣还切的不太熟的情况下，就像我这样去填洞啊，就大家随你自己的一个自由啊，自由。好，你看笔尖用胭脂给它遮挡遮挡，遮挡一下，你看它的层次感出来了。补点我们的玫瑰红、曙红和少量的胭脂，填补下面的这个空缺。看这里有一条线，好，拉过来一下，拉过来一半，再补点胭脂，好，再拉过来一下，这边也是一样。整一个遮挡就行啊，遮挡就行。好，使用点胭脂给它，你看把下面这个小洞给它镂空镂出来。这是一个卷瓣啊，一个卷瓣卷起来的造型就有了，就理解了吧？你看我这个笔都是这样斜过来用的啊，斜过来，毛笔斜过来用啊，侧过来，把这个花瓣给它向上卷。好，该挡的地方你给它挡住。哇，完成！你看卷起来的一个造型啊。再补点我们的玫瑰红，可以截图了，可以截图，可以截个图打个一啊，截个图你打一个一啊。它的层次其实就比较简单一点，然后你看剩下就是去啊，你看把每一个小洞给它这样子遮挡一下。好，每一个小洞遮挡起来。你遮挡完了之后，肯定像大家有的地方画的不顺，你看都可以这样补一下喽，对吧？都可以补一补嘛。继续的再沾一点这个胭脂啊，下面这个地方你再去补一补。这个比较小啊，这个比较小，再加一瓣大的吧啊！你看，好，这个地方侧过来，笔给它侧一下，横过来。对吧？再加一个大瓣，对不对？你看这样它就有大小的一个层次出来了。笔尖使用少量的胭脂，你看去回一下笔，
去回一下，你看，那么这个花瓣的层次就是在里边带卷的啊，打卷的这种花瓣就有了。然后我们把下面的花瓣给它全部打开。笔蘸少量的玫瑰红啊，玫瑰红用完了，放少量的这个大红色和曙红和胭脂啊。你看，然后我在这个下面这个地方开始去加瓣啊。你看这种斜过来，像这种地方花心处向下延伸啊，加出一些这种比较大的这种花瓣。你看会怎么去表达？首先笔轻轻的在这里按下来，你看，然后推，轻轻的点动，你看啊，然后停，拿起来一个瓣，然后你看，哎，往旁边你看你翘起来一点点啊，翘一点点，在这一边我们再加一个瓣，它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好，你看平推上去，你看轻轻的点住，然后哎斜过来。对吧？花瓣向上斜啊，翘起来一个小瓣。持续性的，就是你在画的时候，你的颜色过渡的要均匀和自然。好，点住小一点点，然后笔蘸的我们一个胭脂啊，稍微给它调一下下。对，大家以后你会画了，你想画多快都可以啊，没关系的。OK。这个花瓣就出来，注意了，使用少量的胭脂在中间去提瓣啊，你看提一下，你看侧过来，使用少量的胭脂把中间这条线给它提出来，提出一条线，它这种卷起来的感觉会更明显啊，有一种像内卷起的一个造型就出来了。然后你看我旁边这些地方。再给它打开，像打到这个地方画一个这么大的瓣，嘚儿啊就过来了。笔补点白色颜料，因为白色有点少了啊，白色有点少了，我再放点玫瑰红啊，放少量的这个玫瑰红，少量的玫瑰红。如果你想要它的花色稍微明亮一点，你就多放点。就比较少，你就少放点就行。好，补点胭脂。对，啊，然后你看这一边给它这样斜过来哈，你看，轻轻的把这个笔啊给它点住，然后按下来，按，哎，笔给它按下来，然后拿起来，啊，拿起来，然后再给它斜过来，斜过来，注意一个用笔方向。用笔的方向很重要啊，我往下压的哦。放点胭脂啊，用笔的方向是非常关键的。好，注意使用什么胭脂去点住碎瓣。用胭脂去点出碎瓣，这个花瓣是翘起来的。就往里走的啊，往里走。然后呢，我们再往下面，哎，最后加一个这种大花瓣，就 OK 结束它。放一点玫瑰红啊，然后下面这个地方加一个这种大瓣。首先我会朝这个地方呀，你看，笔尖点住，按一下，哎，推过来，你看斜过来的，笔斜过来，然后在这边给它点住，按一下。对吧？点住，向下一按，然后笔尖蘸的是胭脂，像这个小洞口给它点一下，对吧？笔尖蘸胭脂，向内去给它点。你旁边像你想多一个这种侧瓣，其实很容易，你看用胭脂给它这样调一调瓣就行。用胭脂调出来一个侧瓣。好，然后呢，最后加出一个啊超大号的瓣在旁边。一个大号的花瓣，你看啊，我一般都会这样子斜过来加，笔尖点住，你看，按，然后从旁边这样子横过去，
对吧？轻轻的给它斜过来啊，然后再补点胭脂啊，补点胭脂，然后从这个小洞这个地方给它加一加。另外一边呢也是一样啊，你给它补点胭脂，然后朝中间这个小洞给它填一填。OK 啊，那你看这样的花瓣就全部往下面走了，往下面走了，它的大小造型也就出来了。如果你想加点变化可以，那你看我在这边笔用力按，压大一点，把这个花瓣，那么它们的变化就能够表达出来。你把这个花瓣加大一点啊，加大一点，对，加稍微大一点就好了啊。然后呢，其余的这个地方用一点点的小瓣，给它调整就行。沾一点玫瑰红、曙红和胭脂沾一点点的小瓣，整体的，你看有的地方是需要去调整了这个地方稍微调整一下。OK， 对，这个比室友简单多了。然后呢，我们下面这个地方开始整体的去修饰去修饰，蘸一点点去修饰一下。你看，像这些小缺口处都可以去填补填补好，包括这些地方，你看去多添一个瓣出来，它也会不太一样，对吧？有些花瓣你是需要去调整的，不破不立整体的一个小瓣课程2是的，在课程2里边姐妹这个内容都是在课程2OK 每一个小瓣都可以去调整。穿的挺多的，开暖气呢，人家。好，你看整体的花头调整的差不多了我们就你看，比如像有的地方，OK， 然后就是把这个中间这一段给它全部填补一下填补在一起就好了。然后看这边看这边，看我们这个地方花瓣呢在里边走里边走，朝里边，你看这个地方点住，用胭脂去遮挡，用胭脂给它遮挡一下。用胭脂给它轻轻的遮挡一下，就是用深色的胭脂用深色的胭脂，对吧？用胭脂给它点一下，这个时候你看你的花瓣就是立起来的，很明显很明显。然后朝中间这个地方点住一个。一个一个花瓣向上压向上压，蘸一点我们的曙红和胭脂，持续性的花瓣往上压，往上压，点住，你看，花瓣侧上去，往上压，侧瓣向上叠，对吧？侧瓣向上面叠，然后有一些小瓣可以去修饰，用胭脂去给它修饰一下。压一压用这个胭脂给它，你看，往上压往上去压，蘸一下曙红和胭脂持续性的去压，把这个花心给它压实压出来。好，这样一个我们简单的这个叫千层台阁千层台阁是可以看到花蕊的千层台阁型的花是可以看到花蕊的，篓子台阁是看不到的OK，
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千层台格型的一个牡丹花头啊，就完成了啊。然后呢，我们要整体的一些角落落里边啊，再修饰一下啊，修饰一下角落落的啊。你看这些地方用胭脂去填一下，对吧？用胭脂去抬一下啊，这个叫千层台格。补点我们的玫瑰红啊，比如说你其他什么地方还需要调整的啊，都可以放一点我们的曙红和胭脂啊。比如像旁边这些地方，你看都可以调整一下，比如像这个地方，你花瓣拉大一点，对吧？往上拉，让它有点变化。大大小小的花瓣啊，给它画出来，像松塔。它这个它就是台格型的嘛，然后呢有一些姐妹大家在画的过程中啊，觉得它像那个塔一样的，所以呢大家也会叫它叫塔式。其实它的一个学名呢叫做千层台格啊，对吧？调整上面的花瓣是碎的啊，上面的花瓣是碎的，理解了吗？就它的学名，人家就是叫千层台格啊。OK， 千层台格型的花头，你左右两侧啊，想调整都可以调整一下。比如像这个地方，这颜色可以衔接的啊，衔接的紧凑一点就行，温柔一点，衔接的紧凑一点啊。然后把花蕊给它点一下啊，花蕊给它简单的点一点。我们看看哪里还需要加的哦，这个边边再加大一点，太小了。然后这个里边啊，点出一个雌蕊。雌蕊的话，一般都是用太白和这个三绿去点啊，太白和三绿少量的。点出一个小五角星啊，就是我们前面几个花型呢，它都是没有花蕊的，那么这个是有花蕊的。比占太白和三绿啊，它有时候也会看不到花蕊，就是里边这个地方特别挤的时候，它也是看不到花蕊的，就是按照实际情况啊来决定就行。你看我在这一边啊，开始稍微斜一点点，你看，哎，点住按下来，点住按下来，点住向下。这个小五角星是藏在里边啊，它藏在这个角落里边，露出了一小部分，露出了一个小部分。然后我们蘸的是白色，对，它就是三个行星，因为看不到那么多了，看不到那么多，被遮挡住了一部分啊，被遮挡了，因为它这个是一种侧面的感觉啊，侧面的花头。然后你看朝这边笔尖划过来，点一个小尖尖，接下来去点一下我们这个花蕊啊，藤黄加太白。用藤黄和太白去点花蕊，OK， 你看，是的，在学到，然后你看我们这个花蕊就是朝这边，首先第一层啊，好，第二层。第一层，第二层，就给它区分出来几个小星星啊，一个小点点，给它区分出来。区分出来以后啊，我们蘸的是太白和藤黄，继续加，继续的太白和藤黄，再放一点点。这个时候开始去叠加这个小星星，你看啊，一个、两个。
多放点白色啊，多放点白色，就星星点点特别小，而且它是有组合关系的，连在一起啊，连在一起，一点一点的。对吧？让它连在一起，一点一点的啊，4.8万了是吗？一个花头还可以啊。一个一个的小点向里边点，就是很多很多这种小星星，然后继续的啊，这个边边上再点，让它们聚在一起，就是很多很多的小点点连在一起，聚集在一起就可以。注意高低不齐的一些小点点，来一点点就好了。OK， 这样子呢，我们一个简单的这个叫千层台格型的花头就出来了。好看这边这个叶子啊，要怎么画？就是因为我画的比较矮，比较矮的话，我这个枝干可以短一点啊，枝干可以短一点。我的叶子的一个配色呢，是我们一个叫藤黄和三绿去画的啊，藤黄和三绿。对，好，大家请看我们这个叶子是怎么画的啊？好，首先请看，我们蘸了一个藤黄啊，藤黄，笔蘸藤黄，可以，年前绝对可以的啊。藤黄和这个啊三绿啊三绿，藤黄和三绿，然后呢加一点我们这个叫三青啊，藤黄三绿加三青，多放点三青啊，多放一点。放一点我们的花青，叶子是很重要的啊，就是稍微调重一点点。大家请看一下这个叶子画法，加一点这个啊花青，然后你再放一点胭脂。大家一定要看好这个叶子，因为牡丹的叶子是掌形叶，你不要把它画成芍药了啊，一条一条的就不行啊，不能一条一条的，它是一块一块的，就是这样子。是这样子的啊。好，你看，我举个例子，我的这个地方呢，画一个啊，这个一个枝干这样写下来啊，用手比一下，然后你看朝这边弯上去，朝这儿出来的。好，手可以顺着走，然后你看笔点住，轻轻的推，你看笔尖立起来，好，再按，看见了吗？注意你的叶子的一个啊。翻转的方向，好，出来一片小尖尖，笔尖点上一点啊，点上一点，继续，持续性的去加你的花青，不要太黄啊，不要太黄啊。你看这个地方，笔尖点住，快速向下拉，点住一片小叶子，它们是连在一起的啊。然后你看这边。往上提，你看侧锋上提，然后顺势，你看提完之后笔回锋，然后你看你这个叶子就是带这种角转和波动的啊，带角转和波动的。好，加一些小线条，对吧？
就为什么有的姐妹你叶子画得好，然后有的姐妹叶子没有画好啊？那就是这个问题。一个你的笔法有了，你不是那种就是看啊，就我有时候也会这么画，我会这样子，就会这样子，啊，会很快，我也会这样子。那样这样过度走笔的话，你的叶子就比较薄啊，比较薄，它不厚实，要稍微的慢一点点。然后这里腌制，这里腌制。你看，最好可以回一下，最好可以回一下。你看你的叶子的一个走笔的一个动态感就有了。它会更灵动啊，会更灵动，知道？你看它的一个叶子不是前后遮挡就出来了吗？是不是前后遮挡关系就已经出来了啊？而且它是翘的，对吧？翘起来的哦。好，继续。你顺着你的叶子的一个原来的方向，笔蘸藤黄和三绿，顺着它原来的方向啊，加点胭脂。咱们呀可以把它的一个，对，咱们可以你看顺着它，你看毛笔这样子，看好了，一个枝干用笔，你看这样子，手腕向下压，侧过来，然后笔尖点住，按折向下，哎，往下拉啊，稍微给它扭一下下，然后你看我们在这一边啊，继续的朝这边，你看啊，轻轻的从这边点住，你看，哎，按一下，咦，折上去啊，折上去，轻轻的按一下，然后折一下，啊，折上去以后，看这个角度就是侧着的啊，侧着的，有点斜过来，好，加点变化，你看朝这一边点住，往上斜啊，往上斜，侧过去，不要着急啊。往上走，往上走，然后你看顺着这个地方点住，往哪里去了啊？往这个地方去，你看，然后朝这个边边上点住，看到了吧？你看你这样子，你的枝叶走向它是有这种，它有方向啊，有方向就不凌乱啊，有方向不凌乱。好，再点住，你看分一支下来，分出一支啊，分出一支，然后向下面。然后呢，再蘸一点点我们的三绿、三青，笔尖加的是花青，颜色会比较蓝啊，比较蓝，放一点胭脂，颜色比较蓝。然后你看这个角落上面这个叶子是这样子天，然后翘起来，天往上翘，蘸一点三青、花青和胭脂。继续的啊，向上面走，你看朝这边，对吧？你看你这样子画出来的叶子呢，它的一个方向就比较多哦。你的叶子的方向会比较多，加一点点的轻微的一个角转，加在这个地方，折进来啊，折进来。然后下面这个地方也是往下面走，叶子很关键的啊。你看这个下面的叶子，我们就这样侧过来，点住，往下拉，拉出一片，顺着这个边边，你看，顺着这个边边给它加一小片，中间留条水线啊，留条小水线。你看这个边边点住，翘起来，你看你这样，你的叶子的变化就比较多咯，它不会单一的呈现出来只有一个造型。藤黄、三绿和胭脂来一点点。咱们都是一样的，你不要让你的叶子只有一个造型哦。然后你看我朝这一边点住下来，注意一个小侧锋，点过来细细的，好加粗，
对吧？稍微细一点，然后加粗，然后呢再蘸一点点的胭脂啊，往上走，这些都是嫩筋啊，嫩的筋，因为我们这个枝干其实下面还有一个延伸部分。对，淡定淡定哈。对吧？你看你下面给它多分出一些啊，分出一些这样的叶子出来。好，叶茎，然后多加一点什么花青加浓，花青加浓一点，注意了啊，重花青加点胭脂。我在这个角落里边啊，开始再加一片之后，你看往上面斜下来的一个叶子，进行一个叶子的遮挡啊，一个小叶子遮挡，你看，用花青去遮挡它啊，你看，斜过来，重色的一个叶子，你看这个斜过来，是不是这样子的叶子啊？会比较，你看我不多，而且大叶子画的比较，你看。碎碎的小叶子，然后这种大大的叶子，大小不一的穿插一下，再放点花青和胭脂，持续性的啊，你看这个下面，不要再跟它一个方向去画了，给它这样子点住，给它点住，然后向下压，笔尖往上面翘一下，对吧？把这个叶子是这样去画的，一个向上面卷的一个叶子就出来了啊。好，大家请看，那这样子基本上我们这边叶子就表达好了，毛笔清洗一下，蘸少量的这种胭脂，少量的啊，颜色比较淡的啊，一个花青和少量的胭脂，只要一点点，非常淡啊，非常淡。我们在下面这个地方再加一组叶子出来，加到这个地方。好，加长。就我们有句话叫做"疏可跑马，密不透风"，对吧？你看这一块的叶子就是什么，比较密啊，比较密，对吧？这一块就比较密啊。然后呢，我们别的地方的叶子就是比较的紧凑啊，比较紧凑。然后旁边这里加一个老干，我们的画面里边是不可以没有老干的啊，一定是需要有一串老干。好，这个是赭石啊，赭石加上我们这个墨汁啊，赭石加点墨汁，毛笔清洗干净以后，赭石淡赭石啊。加入一点点的墨汁，你看墨你稍微给它调的干一点，但是颜色也不重，比较淡。水分该有还是要有啊，还是要有。你看我是打算朝这一边，从这出去折，翘起来，往上。好看这边啊，对吧？稍微向下一点，有点湿啊，湿一点这个墨汁，湿一点这个墨汁啊，往下面走。你看，让它有点弯过来，朝这个边边上面。对，线条你看往这个旁边。啊，二宝，你那个小爪爪再抓我打你哦，啊！然后你看朝这边往上面斜一点点，你看这个质感从这出来的，
对吧？往上面斜一点点，一个小枝干。出来一段啊，旁边这里再来一段。然后下面呢，这个地方啊，再加一端的这个枝干去调整，调整到下面，你看，毛笔清洗掉一点点，藤黄、三绿、三青，加点胭脂啊。藤黄、三绿加三青，加点胭脂，你看朝这一边点住接进去，让它衔接进去啊，接一段这种淡色系的啊一个枝干出来，对吧？用这个是胭脂啊，淡胭脂去遮挡的。OK， 这样我们下面这个枝干啊就处理好了。然后那个小边边上面我们加一点点的嫩枝啊，嫩枝。毛笔蘸一点点的藤黄、三绿、三青和花青，少量的胭脂啊。在上面这一端的叶子，你看好了，笔尖点住，就是这种很小很小的这种小叶啊，注意需要包裹一下。好，这样子呢，我们这一整片就画好了。需要注意好叶脉的一个运动方向和运动轨迹。就是我们在画的时候，我建议啊，各位姐妹，你要学会什么？学会一个，就是这种素材的一个搭配和组合。你不要画一堆的花在上面啊，当然你画一堆很漂亮啊，就是尽量啊，你用一堆用素材去组合会比较好看。OK，这样子我们啊，这个一整只啊，我们的花头啊就画好了。然后我们画一下，好，大家请看啊，我一般情况下我都会先画出它的眼睛和嘴巴，就一般情况下啊，我都是先画这个眼睛和嘴巴的。请看，毛笔啊侧锋，注意你在画鸟的时候，你下面部位这个喙一定要先画出来。下半部位这个喙啊，一定要先画。
对吧？给它先画出一个喙，然后呢，上面这个地方笔尖点住，出来啊，出来。然后就是我们这个眼睛啊，你看，点住向上细细的一条，向下面带动。当然你在画小动物的时候，眼睛画大一点，它会比较有神啊，比较有神。对吧？边边上啊留一个1号链接吗？然后看这边，然后呀，我们把这个外围啊，这个眼角，你看加点这种花纹出来，就这个你看轻轻的用这个干毛，你看去撕它，在眼角周边这样用这个淡墨给它撕一段出来，就像我这样去点它，好理解吧？你看，就是用这个小笔尖去点，点出这种毛毛的一个质感出来就好了啊。看到了吧？笔尖去点啊，点出这种毛毛的质感。然后你看朝上面这个地方给它掀出来的啊，你看点住，轻轻的啊，又抖动你的毛笔，把这个头部给它画出来啊，头部画出来。好，下面这个地方你看，简单的给它调整调整。用笔尖去点啊，把这个鸟的头部给它点出来。然后呢，你看下面这个地方，你看，开始一点点淡墨啊，你看笔尖给它这样向里边去勾勒，勾出一个头部啊，一个头部。剩下的地方，你看，简单的一个大形，给它先轮廓先画出来。沾一点我们的墨汁啊，沾一点墨汁。比较干啊，比较干，水分呢也比较多啊，水分也比较干。2号没有画这，是这样子，那个2号的那个单它出不来的，没有办法啊，它一定是它有一个链接嘛，它每一个商品都要有链接，所以2号的单它出不来啊，点住，点住，你看注意轻轻的啊，点住向下按，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书法和山水也是大家必学的，尤其是你这个书法讲的全部是关于牡丹这各种落款啊，它是必学的呀。笔尖你看给它侧一点点起来，绕进来，你看从粗到细，对吧？从粗到细啊，往下拉。看到了吗？把这个鸟的一个翅膀给它画出来，对吧？这是黑色的啊，黑色的。再放一点我们的墨汁，稍等一下，我去给你调整一下啊。对，有需要的话你打一个要，我去调整一下价格就行啊。它原价是299的啊。笔尖你看，轻轻的点住，按一下，对不对？你看这样子的一个鸟的一个什么翅膀啊和尾巴就出来了，对吧？往下拉啊，往下拉，向里边轻轻的扫进来。好，这样子基本上我们这个鸟的一个整体造型就有了。然后你看，轻轻的用点淡墨给它把身体给它勾勒一下，连在一起啊，连在一起就行。肚子给它也勾勒一下啊，
然后呢，我再给它啊，下面这个角啊，这个角给它画出来。角的时候，你看注意，点停，你看笔尖提起向上按，停顿一下，注意它是需要有停顿的啊。轻轻的点向上折，点住折进去，向下出一个小钩啊，尖尖的角，好，小钩点住，小钩点住。对吧？这个就是鸟的一个啊爪子，它是抓在这个叫石头上面啊，石头上面。这样这个鸟不是基本上一个轮廓出来了吗？然后毛笔啊，咱们给它压扁啊，毛笔给它用纸巾给它压扁了啊，压扁，然后你看，哎，给它这样子吸一吸啊，吸一吸，这个时候你的毛就是变成这样子了，是变成这个样子。跟个刷子一样，然后你去顺着它去刷，你看，从这个头部这里稍微多放点，你看啊，哎，自然向下去刷，就是如果你刷不出来的啊，你这个笔尖稍微垂直一点就行了。就是笔这样子，笔直的立下来啊，这样子啊，笔尖垂直立着。很多人这样他有时候刷不出来，他觉得觉得挺纳闷的啊，因为你的笔没有立着呀，就刷不出一丝一丝，他觉得挺奇怪。其实就是因为你的笔是这样斜的，要这样立起来，它就可以刷出一丝一丝的感觉，能刷出来。下面也刷一刷，刷一下啊。现在能理解了吧？这会儿刷什么颜色？刷一个蓝色的。现在这样能听懂吗？你很多人这个笔它都不立着的，它是斜着，对，就丝毛，一个简单的丝毛。然后我们蘸一点这个叫第一层颜色，这个叫三青啊，三青。三青蘸一笔以后，你看你顺着它去染哦。对吧？先染出第一层啊，比例不下，这个东西，比例这个东西啦，一定是你在一次又一次实践和总结以后啊，你才能找到这个感觉比例。因为我告诉你，它的一个头是就是身体是两个头，你这样能理解了吧？它的身体啊是两个头部的啊，就是你两个头，它就是它的一个身体大小。但是你一定是经过你一次次尝试了，最后你可以把握好一个最精准的一个位置。就我现在告诉你它的一个，像这个造型的话，它的就是一个身体，就是它的两个头部大小。但是它这个一定还是靠大家去摸索啊，摸索过很多以后呢，慢慢的你总结出来的。你画多了之后，你基本上一起稿就差不多。藤黄啊，放点这个绿色。你看这个下面肚子这个地方，你看，哎，往上面染，对吧？就出来了啊，记住了没有？然后这个鸟的嘴巴用的是藤黄和一点点的少量的藤黄啊，加一点点的曙红，它会调成这种偏黄色的这个嘴巴啊。
对吧？一个偏这种黄色嘴巴，然后蘸一下纯白色，白色的颜料，笔蘸点纯白色，在它的这个头上啊，还有身体其他部位抹一笔就可以了，抹一点啊，笔蘸点纯白色，在这种地方你看给它补一下。画的虚一点啊，还有的地方就是你看有些线可以给它遮挡起来的，上面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好，这样呢，我们一只鸟就画好了，一只鸟就完成了。可以截个图啊，截一个图，你们接下来再画这个富贵到白头的时候，也可以这么画啊。1、2，看到了吗？头1、2啊，头部的2倍啊，2倍啊，蘸浓墨啊。首先就是笔蘸浓墨，蘸完浓墨以后呢，我们用这个纸巾给它稍微吸干一点点，稍微吸干一点，吸干掉一点以后啊，你看，为了方便我们这，你看画法，你看笔这样侧过来，笔按下来，你看。向下添啊，向下添，添出这种石头的感觉。你看毛笔这样侧过来，你看，对吧？侧过来啊，把这个小石头、小假山石给它叠加出来。注意，你看要一层一层的。对吧？一层一层的把这个石头给它卡出来。管理员他会拉一下你啊。我们管理员稍后，你看我们在这边继续画啊，我把这个石头的一个层次感给它添加起来。对吧？稍微向下夹一下下，加这种啊一个线条的质感给它叠加出来，就这种一层一层的感觉给它叠加一下啊，一层一层的。好，然后呢，大家请看，把毛笔稍微这样压开啊，压开，简单的给它扫一扫啊，扫出点层次感就可以了。对吧？简单的啊，把这个层次感扫出来。哎呦，我的妈呀！啊，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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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你看，简单的给它扫一下，扫完之后给它染上染色。我这个染色用的是一个赭石，染色的话我用的是一个赭石色啊，赭石加点3绿去给它染上去，就是笔蘸一点赭石。首先笔加第一层啊，对，加一点这个赭石啊，加一层淡赭石啊，淡赭石。好，请看怎么染的啊？你看毛笔侧过来，
对吧？用淡赭石啊，给它稍微的染上去。染的时候注意什么？一个颜色的升级。注意一下整体的一个色彩的一个深浅度啊。晚上好，赭石啊，向下染啊。就是你看颜色，就是这种深深浅浅的就好了，就不用染的非常非常的均匀啊，这个倒没什么重要的其实。颜色就染的深深浅浅就好了啊。对这个暗号真的是太累了。好，同染一层赭石，染完以后呢，我放一点三绿，再染一遍。毛笔清洗掉之后，蘸的是一个绿色。这就其实大家经常来直播间就能看到，这是一个应该比较常见的一个染色技巧。啊，蘸一点绿色，一个比较常用的一个染色技巧啊。对吧？它这样容易出层次感，就是前后的一个质感，通过一个色彩的不同啊搭配出来的。你看这样它是不是对？这是三绿，其实就是说你哪怕不用赭石，你用别的颜色也可以使用三绿的啊，也可以啊，也可以用三绿，就是不绝对啊，不绝对的。只不过你用了这个赭石跟三绿搭配起来，它的颜色比较漂亮一点。赭石和三绿搭配在一起会比较的好看，这是心里话啊，实话，确实是这样子。OK 啊，你看它就出来一个整体的质感了，看见了吧？它就有这种石头的这种青绿山石的这种感觉，那味儿能出来。它也是比较容易出，就是方法呢比较简单，容易出效果的啊，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OK， 对，2-3下就搞定。然后在这边画一只虫子啊，这个鸟肯定是有呼应的喽。我们在这边画一只虫子，阿宝，对不起你了啊。在这边画只小虫子，虫子很简单的啊，一个小草虫，笔呢放一点我们的这个墨汁，然后简单的给它稍微吸收一下，吸干一点点，大家看近距离给你拉近一点，看下这个虫子怎么画。首先你看啊，它的一个左边和右边点2个眼睛，就是中间这个地方点一个小嘴巴，点一个小尖尖。然后呢，在这边啊，左边点一个眼睛，右边点一只眼睛，跟苍蝇一样啊，然后这个头部你看，给它这样衔接一下，拉出来一条什么？你看一个背部。啊，拉出一条，已经睡着了。好，再拉一条。不好意思啊，你去吧，对吧？朝下面再拉一条线出来，然后呢，左右两侧啊，你看，哎，对吧？给它横过来啊，加一下，毛笔清洗掉啊，以淡墨为主啊，蘸一点点的淡墨，可以给它稍微吸掉一点点啊，蘸点淡墨。然后你看，我们在这边开始加它的一个身体，
对吧？加只小虫子。然后毛笔啊，蘸一点我们这个淡墨，还是一样横过来的啊。你看这个翅膀，从这个下面点住，你看点向下扫一笔。你看这个边边上也是一样啊，你看朝这个侧过来这个地方，你看哎，点住，笔按一下，以清水为主啊，清水为主。旁边这两边也是一样，你看点住推开，点住推开。放一点我们的浓墨啊，不是蜜蜂啊，就小虫子、小草虫。OK 啊，就完成了。